大家好，我们今天开始学习书法。这一集视频，我将给大家介绍写书法所需要的工具，也就是所谓的文房四宝：笔、墨、纸、砚。毛笔按照不同的柔软程度有很多类别，这里给大家介绍最重要的3种。羊毫，性质很柔软，古人说唯笔软则奇怪生焉。使用羊毫容易使笔法变化丰富，但因为它缺乏弹性，对初学者来说控制难度很大，在这里不推荐大家使用。狼毫，用黄鼠狼尾尖的毛制成，性质坚韧，富有弹性，但目前纯狼毫很难买到，且价格越来越贵。尖毫，用不同软硬程度的毛料混合制成的毛笔，软硬弹性适中，推荐初学者使用。讲到毛笔，这里顺便说一下2种常见的握笔方法。第一种是食指和中指在上，无名指和小指在下。写字时毛笔基本垂直于纸面。另一种方法更为古老，但和我们现在握钢笔的方式很接近，只是毛笔也要尽量垂直于纸面。写小字时很适合使用这种握笔方法。在进行高阶书画创作时，墨条和砚台是不可缺少的工具。但初学书法不一定需要使用，以后我可以单独做一期细讲墨和砚台的视频。平时练习书法，用现成瓶装的墨叶更加方便。其实有一些高级墨叶，颜色和亮度完全超过一般的墨条。纸的品种更是数不胜数。对于宣纸，这里主要介绍2种类别。第一种是生纸，也就是没有经过特殊处理的纸，它的特点是吸水性和沁水性很强，写字时容易胀墨，让人抓狂。其实这种纸历史很短，古代书法家很少使用，我也很不推荐初学者使用这种纸。第二种是经过了加工的熟纸，用这种纸写字不容易胀墨，可以写出清晰的笔画，推荐初学者使用。开始学习书法时，如果能买到这种带有辅助线的纸，会有一些帮助，它能帮你更加准确地抓住字形和结构。如果你买不到专门的书法用纸，不妨可以去文具商店找一找这种空白的报纸，也就是 newsprint。这种纸其实非常适合练习中国书法。大家也可以尝试使用各种各样的纸来当做书写材料，写出来可能也有特别的效果。我第1期视频就是在购物纸袋上写字，写出来也别有风味。文房四宝就给大家简单的介绍到这里，我们下一次开始学习写书法，欢迎大家关注、订阅和点赞。